我们先来聊聊为什么沙丁鱼会被我们误解得这么深。屏幕前的许多朋友，特别是妈妈辈、阿妈辈的长辈们，一提到沙丁鱼罐头，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几个画面？第一，就是那股腥味，很多人嫌那味道太重，甚至有点臭，别说吃了，光是闻到就皱起眉头。第二，觉得罐头食品肯定没营养，我们总认为好东西一定要新鲜，装进罐头里的都是加工品，营养早就流失光了，搞不好还加了一堆防腐剂。第三，认为它廉价，上不了台面，家里请客吃饭时，端上一盘清蒸石斑，大家会觉得你很有品味，但如果你拿出一罐沙丁鱼，可能就被嫌太小气、太寒酸了，是不是？这些想法深深刻在我们的观念里，沙丁鱼简直像遭遇了一场世纪冤案，让这条本来的大工程鱼类蒙受了不白之冤。我来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隔壁的张伯伯今年快70岁了，他就是个典型案例。张伯伯对养生特别讲究，家里瓶瓶罐罐各种保健品，什么美国进口的深海鱼油、澳洲来的海豹油，瓶子上全是洋文。他每个月花在这些补品上的钱就好几千块。他的太太陈阿姨勤俭持家，有一次他听人说沙丁鱼很补，就跑到超市买了好几罐回来，一罐还不到一个便当的钱，他想拿来给张伯伯补身体。结果张伯伯一看到，脸都垮下来了，皱着眉头嘟囔，你买这个干嘛？这么新，都是穷人才吃的东西，有什么营养？快拿走，快拿走，我吃我的高级鱼油就好。陈阿姨没办法，只好自己默默把沙丁鱼吃掉。半年后，两人一起去健康检查，张伯伯的报告出来，三酸甘油酯依然偏高，医生说他的血管有些堵塞的迹象。反观陈阿姨，各项指数都非常漂亮，医生还特地夸奖她，说她的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至少10岁。医生问她平时都吃些什么，她就老老实实回答自己常吃沙丁鱼罐头。医生一听，立刻对张伯伯说，张先生，你太太这才是吃对东西了，你那些昂贵的鱼油只补充了单一营养素，而她吃的这整罐沙丁鱼才是一支全能护卫队啊。张伯伯听完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不敢小看那小小一罐沙丁鱼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现在是时候替沙丁鱼平反了。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揭开关于沙丁鱼的3大误解。首先，关于所谓的腥味，朋友们，那不是臭，那是大海的恩赐。那股浓郁的味道，其实正是顶级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最直接、最浓烈的证明。越是优质的深海鱼，这股气味就越纯、越明显。我们却错把黄金当成黄铜，把珍宝当成垃圾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再来说罐头没营养的迷思，这是彻头彻尾的误解。现代罐头制作采用高温高压的瞬间灭菌技术，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就能长期保存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过程能把鱼骨炖得酥软，入口即化，鱼骨里满满的钙质完全释放到鱼肉和汤汁中，相当于每一口都在连骨带肉一起吃精华。最后谈谈廉价的标签，沙丁鱼卖的便宜并不是因为它不好，恰恰相反，而是因为它实在太优秀了。沙丁鱼位于海洋食物链的底层，以浮游生物为食，体内几乎不累积重金属，例如汞，非常干净安全。而且沙丁鱼生长周期短，繁殖力强，是大自然源源不断的慷慨馈赠。我们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享受到如此顶级的营养，这明明是福气，怎么会被嫌寒酸呢？所以你看，我们对沙丁鱼的每一个偏见背后，其实都藏着一个巨大的好处。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才能真正走进沙丁鱼深藏不露的健康宝库。其实，在不少长辈的记忆中，沙丁鱼罐头曾是物资缺乏年代的平民美食。我们过去嫌它不上台面，但如今该知道，这小小一罐里藏着的可是价值连城的健康黄金。澄清了这些误会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最核心、最颠覆认知的部分。市面上那些昂贵的鱼油胶囊，一颗动辄好几十块，一瓶上千元，广告更是打得天花乱坠，仿佛不吃就跟不上时代。而一罐沙丁鱼才多少钱？两者的效果真的能相提并论吗？我来揭露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保护心脏、疏通血管这件事上，那罐不起眼的沙丁鱼效果可能远远超过你花大钱买的鱼油保健品。
光是 Omega-3 的含量就让人吃惊，大约100克的沙丁鱼就含有将近1克 Omega-3 脂肪酸，相当于4到5颗市售鱼油胶囊的总和。打个比方，水管就像家里的水管，年纪大了水管用久了会生锈，积满水垢，这就好比体内堆积的坏胆固醇含血栓，水管堵住了，水流过不去，家电就坏掉，血管堵住了，血液过不去，心脏、大脑就出大问题。鱼油胶囊主打 Omega-3， 好比请来一个清洁工，能刮掉一些血管里的油垢，但终究只是孤军奋战的一名清洁工。而一整条沙丁鱼可不只是清洁工，它是一支装备精良、分工明确的皇家护卫队。这支护卫队里，主力先锋就是高含量的 Omega-3。您知道吗？大约100克的沙丁鱼就含有将近1克 Omega-3 脂肪酸，相当于4到5颗鱼油胶囊的 Omega-3 总量。而且除了 Omega-3 之外，沙丁鱼还富含辅酶 Q10、硒元素和维生素 B12。辅酶 Q10 是心脏的引擎机油，能让心脏有力的跳动。硒是血管的防锈涂层，可防止胆固醇被氧化生锈。维生素 B12 是神经系统的稳定剂，缺乏 B12 的人容易贫血、手脚麻木。此外，沙丁鱼还富含钾、镁等矿物质，有助于降低血压、维持心率，为心血管健康增添一道防线。吃一颗鱼油，只请来一个清洁工；吃一罐沙丁鱼，相当于同时请来清洁工、引擎技师、防锈专家和电路工程师一起上阵，效果是几何级速地提升。保健品厂商花了上亿的广告费，把小小胶囊吹得神乎其神，硬是把成本只有几块钱的东西，价格翻了几十倍卖给你。但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，大自然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更完整、更天然，而且更便宜的完美替代方案。事实上，日本国立某心血管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项长达10年的大型追踪研究，结果发现，每周稳定摄取2到3次沙丁鱼等小型深海鱼的人，心肌梗塞和中风的发生风险，比起只依赖鱼油胶囊的人低了将近30%。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这正是科学统计给出的结果。所以，别再被华丽的广告给骗了。吃沙丁鱼不只是为心脏请来了终极保镖，更是选择一种不缴智商税的清醒和智慧。心脏照顾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谈谈骨骼这个大麻烦。人上了年纪，最怕的就是跌倒摔骨头和骨质疏松。是不是常觉得走几步路膝盖就酸，上下楼梯很吃力，甚至弯腰捡个东西都可能闪到腰？这些都是骨骼在对我们发出警报啊！很多朋友为了补钙，每天拼命灌牛奶，结果乳糖不耐受闹肚子。也有人吃了一堆钙片，可骨密度检查却还是不及格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就在吸收。补钙不是吃下去就万事大吉，关键是要让身体真正吸收，并且把钙质牢牢锁在骨头里。维生素 D 就像工头，促进钙质吸收，指挥钙往骨骼里镶嵌。神奇的是，沙丁鱼同时富含大量的钙质和维生素 D， 鱼骨头被炖得酥软，入口即化，骨头里的钙质就这样随着鱼骨和鱼肉一起进入消化道，再加上鱼肉和鱼油中的维生素 D， 两者完美配合，补钙效果又快又好。您知道吗？约100克的沙丁鱼差不多是一小罐沙丁鱼的量，它所含的钙大约等于400毫升牛奶的钙含量。所以对于喝不了牛奶的人来说，沙丁鱼真的是最棒的钙质补给来源。可以说，一罐沙丁鱼胜过一大把钙片，因为它自带的维生素 D 会帮你把钙送进骨头呢。对于无法喝牛奶或不爱喝牛奶的朋友而言，沙丁鱼就是上天为我们开启的另一扇补钙大门。欧洲骨科医学界一再强调，光补钙效果有限，一定要有足够的维生素 D 一起摄取，而能同时提供钙和维生素 D 的天然食物实在寥寥无几。沙丁鱼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聊完心脏和骨头，你以为沙丁鱼的本事就到此为止了吗？错，接下来轮到血糖偏高的朋友看见新希望了。科学研究指出，沙丁鱼是对抗糖尿病的隐藏王牌。沙丁鱼富含优质蛋白质和 Omega-3 脂肪，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，让饭后血糖的上升曲线比较平稳。同时，蛋白质也是维持肌肉和体力的重要来源，对长辈尤为关键。更重要的是，
沙丁鱼除了 Omega-3， 还富含硫磺酸、维生素 D 等营养，这组合能减少慢性发炎、修复细胞膜、提高胰岛素敏感度、改善胰岛素阻抗。有一项欧洲研究，把一群前期糖尿病患者分成2组，让其中一组每周额外吃2次沙丁鱼，短短半年的介入，就显著改善了这组人的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敏感度，延缓了他们从前期糖尿病恶化成2型糖尿病的进程。继续追踪发现，1年后，原本处于糖尿病高风险的人，大多数成功脱离了高危险群。相反地，没有吃沙丁鱼的对照组，高风险者仅有轻微下降。这告诉我们，除了依赖药物，通过调整饮食，我们也可以重新掌握对抗糖尿病的主动权。或许许多人原本以为血糖只能靠药物控制，没想到饮食的力量也能带来这么大的差别吧。心脏、骨骼、血糖，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？不，压轴好戏还关乎我们的大脑健康。沙丁鱼是大脑的顶级燃料，是预防失智、延缓脑部老化的秘密武器。国际上的多项研究也发现，经常吃鱼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更低，脑部老化速度也较慢。大脑有近60%是脂肪组成，而 DHA 正是大脑最需要的好油。沙丁鱼的 DHA 含量在各种鱼类中名列前茅，再加上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 一同发挥作用。维生素 B12 可以保护神经纤维的髓鞘，避免记忆力衰退。维生素 D 则协助清除堆积在大脑中的 β 淀粉样蛋白垃圾，减少脑细胞受损。这3者形成护脑的黄金铁三角。保健品广告常说 DHA 能补脑，其实吃沙丁鱼才是最天然的补脑方法。因为沙丁鱼让你一次摄取 DHA、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 全面护脑，效果远胜过只补充单一 DHA。为了晚年的幸福和家人的安心，从现在开始把沙丁鱼加进日常餐桌吧。它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食物，更是在为我们的大脑储备燃料，让你到了老年依然思路清晰，头脑灵活。说了这么多，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摩拳擦掌，准备冲去超市了。但先别急，关于沙丁鱼的选购与吃法，还有几点需要注意。选购重点1，先看罐里的汤汁，优先选择橄榄油浸或清水浸的沙丁鱼，尽量避开腌制的番茄酱汁和浓盐水浸泡的产品，因为番茄酱罐头通常加了不少糖，浓盐水更是钠含量爆表。选购重点2，看产地，条件允许的话，尽量选择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法国等大西洋沿岸国家的沙丁鱼品牌，品质相对更有保障。入门吃法，打开罐头后，可以直接配着热腾腾的白饭或稀饭一起吃，或者夹在馒头、面包里当作夹心。如果觉得腥味重，可以挤一点柠檬汁或撒些姜末来去腥。进阶吃法，把沙丁鱼压碎，拌上洋葱末、香菜末、柠檬汁和少许美乃滋，调成沙丁鱼沙拉抹酱，或者把沙丁鱼和2颗鸡蛋搅拌均匀，下锅炒成香喷喷的沙丁鱼炒蛋。健康提醒，痛风或高尿酸血症患者要注意，沙丁鱼属于高嘌呤食物，在急性发作期请绝对避免，就算在病情稳定期，也最好先咨询医生或营养师，再决定适当的摄取量。记住这些诀窍，您就是最聪明的沙丁鱼美食家，能把沙丁鱼的好处100%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。今天我们为这条被遗忘的长寿鱼彻底平反了。它是心脏的终极保镖，是会走路的超级钙片，是稳定血糖的隐藏克星，更是让大脑保持年轻的绝佳燃料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健康未必昂贵，也不需要靠华而不实的保健品。很多时候，健康就藏在最朴实无华的角落，等着我们去发现。选择沙丁鱼，就是选择天然、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式，就是选择不被商业行销牵着鼻子走的清醒与自由。现在，让我们立下一个健康小目标，这周末就为自己和家人买一罐沙丁鱼吧。打开的那一刻，请记得今天的分享，因为这不只是一罐鱼，更是送给家人健康的爱，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开始。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份改变，从今天起拥抱这份来自海洋的瑰宝吧。祝福大家都能吃出健康，活出精彩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长命百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